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《楚乔传2》初秋启动，赵丽颖、林更新回归，诚意，刘宇宁加盟。《楚乔传》作为由赵丽颖、林更新首搭领衔主演的系列古装剧，自2017年热播之后，便成为了近10年公认的第一，不仅将大女主作品推向巅峰，还为后续的同类型作品指明了方向，堪称绝对意义上的里程碑。在《楚乔传》收官之后，仅当年出现过一次有关第2部的消息，在石沉大海之后的几年内，便再也没了音信，大家似乎都已经默认该剧的搁浅了。尤其是在作为领衔男女主的赵丽颖、林更新二搭与凤航之后，更是让观众们失去了对于《楚乔传2》的希望。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该剧竟然突然又被提上了日程。近日，伴随着暑期档的开启，很多平台先后推出自己的压轴好剧，比如正在热播的《你比星光美丽梦想城炽热》，以及新上线的《大唐诡事录之西航》，即将进入首播的《北上》等等。伴随着一众好剧的接连上线，很多待拍新作也顺势得到了发布，比如万众瞩目的《庆余年3》、经典系列古装《三生三世不生莲》、热款都市教育剧《少年派3》等等。不过，要说热度最高的，可能还是出人意料突然上线的《楚乔传2》。该剧不仅主演人气一流，更是承载了万千观众多年的期待。再加上多位新主演的加盟，可谓是集天时地利人和。《楚乔传2》初秋启动，赵丽颖、林更新回归，诚意，刘宇宁加盟。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消息来看，《楚乔传2》可能已经开启筹备有一段时间了，只是等到了现在才爆出消息。其中以剧本、时间、演员3点最为瞩目，接下来便一一做个简单的介绍。其一，《楚乔传2》的剧本设定。众所周知，《楚乔传》是根据潇湘东所著网络小说《111处特工皇妃》改编而来，故事只讲述了一半便迎来了结局，还有另一半留在了第2部中，所以对于《楚乔传2》的剧本设定毋庸置疑，肯定还是按照原著小说改编。其二，《楚乔传2》的开启时间。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进度来看，《楚乔传2》的开启时间应该是在今年的9月中旬，也就是初秋之际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间段。相信只要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出现，应该是不会相差太多的。其三，《楚乔传2》的主演人选。《楚乔传2》之所以迟迟不能启动，就是因为一众主演的无法回归。如今既然大张旗鼓地出现在观众视线，必然也就意味着昔日主演们的倾力回归了。其中当属领衔男女主的赵丽颖、林更新人气最为。除此之外，据悉这部即将启动的《楚乔传2》还相邀了诚意、刘宇宁在内的多位人气主演加盟，其中戏份大增的南萧太子萧策将由诚意接替出演。至于刘宇宁的角色，当下还没有得到公布。目前，有关《楚乔传2》的筹备已经趋于完善，一众主演人选也陆续到位，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最终的官宣。2. 知否常看常新，明兰的庶女逆袭文学渗透在赵丽颖的每个角色里。原来赵丽颖演的每个角色都有着像知否里庶女成功逆袭那一套。知否总让人看了又看，不光是里边的剧中妆容造型，关键是主角明兰被刻画得好。赵丽颖学到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内核，可不只是在知否里能看到，在她别的影视剧当中都能看到明兰的模样。春节档的电影第20条播出了，赵丽颖在里头提议把母亲也设定成听障人士。为此，赵丽颖专门花了2个月去学习手语。可郝秀萍在里头为了孩子竟然去借高利贷，她为孩子那拼命的劲头，
直接就让人感同身受的头皮都麻了，直接就想起明兰那时候了。当时祖母遭康姨母间接给毒害了，那回是明兰少有的失去理智、不顾及周全的时候，直接拉着盛怂怂跟王老太太去据理力争，被苏醒过来的祖母劝住了，这才没把事情做绝。还有那时候墨兰在饭桌上打算给他小娘林噙霜立个牌位，盛明兰瞅见盛红有要答应的意思，干脆当着大伙的面把筷子一摔，让盛怂怂丢了面子。不单单是顾廷烨给的依仗，还有明兰自身的那股韧性啊。而明兰这个角色是观众们觉得最让人放心的。看知否那会我就觉着，不管明兰嫁没嫁人，都能把日子过得挺不错。她的命运由她自己说了算，就好比《风吹半夏》里的许半夏那样。许半夏从收废品一路发展成钢铁大亨，这其中的艰难程度简直难以想象。不管是从俄罗斯回来后国内行情猛跌，还是一次次资金短缺的时候，许半夏硬是咬牙坚持扛下来了。还有《陆贞传奇》里边的陆贞，小时候光盯着男女主谈恋爱了，如今才品出来，这就是实打实的大女主剧。陆贞在里面起初是个小女官，后来一步步当上了女香。而赵丽颖的演技一直是既温柔又有力，就好像被她所饰演的角色滋养着，让角色那些出色的品质进到自己的灵魂里。就像《知否》里的盛明兰，一开始藏着本事且坚韧，到了后来变得豁达又清醒。赵丽颖的好多角色上都能看出来，让观众觉得就算开场糟透了，也能有个漂亮的结局，心里特别踏实。在《知否》原著里，那些害人的恶毒手段，什么胎大难产之类的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明兰在原著里怀孕那会，差点就着了道。当时她给还没出生的孩子提前选乳母，祖母心里有察觉，不过没吭声，只是在私底下悄悄挑选着人。等明兰生完孩子，就把她选的乳母给打发走，换成自己的人。原本明兰觉得祖母有点太敏感啦，谁成想这事儿没那么容易。顾廷烨一查，竟然看出了问题。明兰找来的那2个乳母，其中一个被小秦氏给弄成了眼线，另外一个老是被喂慢性毒素。乳母由于长时间的摄入，一直高烧不退。想想看，这样的乳汁婴儿咋能吃呀？祖母年轻那会，孩子就这么没了命，打那以后她就多长了个心眼。也多亏了祖母心思细腻，使得明兰的孩子没被人害了。当时墨兰私通的事儿被揭露了，幕后的主使林小娘让盛红狠狠打了一顿，给扔出去了。在剧里，林噙霜跟明兰对峙完没多久就死了，但在原著里，林小娘可没这么干脆。王若弗的终极 KPI 算是圆满达成了，可这事儿还没完呢。原著中，大娘子又被她那个好姐姐康姨妈给挑唆了，将林小娘关进那个仅有一个小天窗的小土楼里面，一天3餐就给猪油拌饭吃。林噙霜这人特别贪生怕死，吃得油乎乎的还不运动，就越来越胖了，最后活生生让王若弗给喂成了一头猪。盛红因为念着旧情去瞧了瞧林小娘，可一瞅见她那满脸横肉油腻腻的样子，那就啥旧情都不存在了。剧里的小秦是坏事做尽，在原著里也遭到了应有的报应。顾廷伟的一双儿女因失忆丢了性命，这可不是碰巧的。当时于方氏让小秦氏给骗了，被夫家当成弃子给休了。从这以后，表面上跟小秦氏处得不错，自己默默忍受屈辱，承担重负，背地里早就不知道扎了多少遍小秦氏的小人啦。为了报仇，他花钱买通侯府里的人，拿带着10亿的粉末，把小秦氏的孙子给弄死了。就连小秦氏自己，也是在顾廷烨把事儿挑明了，才晓得事情的实情。知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原来全靠导演能说会道。
盛红那个柔弱的没法自理的林小娘，在整部剧里腰板就没挺直过。那些宅斗里的各种阴损招数，可把观众们气得不行，恨得要命。可是不说的话，谁能晓得林晴霜跟《刁蛮公主》里的文强居然是同一个演员呀？就这么个相当成功的反派角色，居然是被导演哄骗来的。那时候其他演员的角色都定好了，就林晴霜这个角色还没定下来。于是导演就打算放长线钓大鱼，不管其他演员是定了还是没定，都把当成来演了这消息给放出去了。果然高露就上套了，也把这个角色演绎得特别出色。不单这样，盛红这个角色的选定过程也是相当波折。这事儿刘军老师那是相当有话语权。那时候他让导演和经纪人又忽悠又骗的讲这部剧里有好多美女，结果演了2集，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了。虽说都是女演员，可刘军就跟自己有层屏障似的，半句话都搭不上，周围连一个男演员也见不着。隔壁演《甄嬛传》的陈建斌老师还能跟别的剧组的男演员一块打球呢。可怜的盛红身边连飞着的蚊子都差不多全是母的，眼能瞧出来盛红那副怂怂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。而大名鼎鼎的奶妈德华老师差一点就跟王若弗没缘分啦。一开始知否李大娘子这个角色原定的演员是刘孜老师，曾经在98版的《神雕侠侣》中扮演陆无双。为了这个角色，他着实付出了挺多努力，为了能贴合人物去研读剧本，更是为了把王若弗塑造好，特意增肥了10几斤。可到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并非大娘子的最佳选择，于是主动不演了。导演要救场，于是从之前合作过《父母爱情》的演员当中挑中了德华的扮演者刘琳老师。真没想到刘琳老师那豪放的演技，把王若弗的泼辣直爽演绎得特别逼真。不光这样，剧里好些出名的场面都离不开刘琳的功劳。知否里有名的场面多了去了，其中王若弗能占一半。谁会不喜欢看大娘子在里头怒对林小娘呢？刘琳老师那可是功劳大大的。